6月6号，黄之锋在香港的监狱里也被再次逮捕。同一天，他被押到了西九龙的法庭接受审判。这消息传出来之后舆论大哗。Officers from the National Security Department of the police arrested Joshua Wong, who is serving time in Stanley Prison, on suspicion of conspiring to collude with foreign or external forces. Wong was brought before the West Kowloon Magistracy this afternoon. Wong, formerl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now disbanded political group Demosisto, is serving a 4-year and 8-month sentence at Stanley Prison. 很多人都问这黄之锋不是一直在香港的监狱里服刑吗？又没在外面溜达，怎么还能对他进行逮捕呢？不过，按照香港的法律程序一个服刑人员的确有可能会被重新逮捕。这里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在服刑期间发现他有新的罪行，需要被起诉，需要被定罪，按照法律程序就先行要对他进行逮捕。那么很多人问了，这黄之锋在服刑期间又发现什么新的罪行了呢？当然，我说这个罪行是打引号的要说他这次罪行可是有点大。大家都知道，2020年中共在香港不是通过了这个国安法吗？这国安法中间有4项比较大的罪行，第一是分裂国家，第二是颠覆政权，第三是恐怖活动，第四呢是勾结境外势力。黄之锋这次就是以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被起诉的，这项罪名最高有可能会判终身监禁。在黄之锋之前在香港只有一个人被以这项罪名被起诉，就是大名鼎鼎的黎智英。这黎智英是香港苹果报纸的老板也是香港整个反送中运动过程中间的风云人物。现在继黎智英之后黄之锋也被以这项罪名被起诉了。由于这个案子涉及到国安法，所以呢起诉书也没有被公布。据说路透社的记者看到了这个起诉书，起诉书里头说的也比较含糊，说是这个黄之锋跟罗冠聪当时里应外合，呼吁外国政府对香港政府进行制裁，违反国安法。那么这项罪名那就比较大了那么呢，中共为什么在监狱中间把黄之锋要抓起来，又以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境外势力对他进行起诉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黄之锋被以这个国安法起诉的这个故事这黄之锋是香港过去10几年政治反对运动中间的风云人物2011年，只有14岁的黄之锋跟他自己的同学一起去罢课，最后那罢课还罢赢了第一次走上了香港的政治舞台。2014年，中央政府跟香港的泛民势力就香港的双普选方案、政改方案发生激烈冲突。中央政府的方案就是不管你的提名人是多少，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来提名，提名委员会的提名之后表决，然后通过了这么一个候选人，再由香港的市民进行普选。但是泛民认为这是假普选，你这提名委员会一共就1000来人，都是政府控制的，然后你这提名委员会选举完了之后，那这不是玻璃瓶里的游戏吗？所以泛民提出来的叫真普选，就是要废除提名委员会。其中废除提名委员会里头，很多人就提出了由香港市民提名就可以参加特首的选举。这其中当年只有17岁的黄之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比如说你征集到多少提名，你就可以参加特首选举。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年纪轻轻的黄之锋很早就表露出来了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政治参与的能力当然了，后来由于就泛民否决了就是香港的这次政改方案，所以那一次的政治改革呢，应该是无疾而终了。黄之锋在2016年就跟自己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成立了一个组织，叫香港众志。这香港众志主席是大名鼎鼎的罗冠聪，黄之锋呢是秘书长，副秘书长是那个女孩子周婷。这香港众志他的这个政治立场相对来说比较激进，因为他呢主张就是不要着眼于香港现在的政治发展了。因为现在香港的政治发展中共不会给你认真搞双普选的，要着眼于2047年以后。2047年是香港基本法规定的50年之后的期限，因为1997年到2047年不就到期了吗？所以他们是希望推动在香港一国两制的基本法的框架之下，推动一个公投法。这公投法通过之后呢，再由香港市民来公投决定2047年以后香港未来的政治发展以及政治地位。你看这个就相对比较激进了。所以香港当时
这中联办就一直认为，就是这个香港众志啊是搞港独，这是乱港分子聚集在一起。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也觉得香港众志啊的政治主张太激进了，因为无论是中央政府，也包括中国大陆啊，支持香港搞政治改革的这批自由知识分子啊，几乎没有人支持香港独立。你不管你用公投法的方式，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所以这个方式啊，其实也是刺激中央政府啊对香港下狠手的一个因素之一。当然了，在香港那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下，我也理解啊，香港很多人在香港的双普选方案没有得到满足之后的那样一种激进的意识啊。所以从2017年到2019年，黄之锋这批香港的年轻人呢，就不断的参加香港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比如说当时香港的区议会的选举，比如说香港的当时立法会的预选。I'm of the view that high voting turnouts is essential to put pressure o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also to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show that we are determined to fight for the heart of the 5 demands: universal suffrage, which means free election. 也比如说当时的反送中运动。与此同时呢，这黄之锋呢又从香港走到了香港之外，比如到美国去啊，到欧洲去啊，频频会见当时啊那些国外的政要。他还被提名为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他去美国啊，这众议院呢，这连续几年啊，他是参加一个法律的听证。什么法律呢？就美国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当时准备通过一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那这部法律呢，肯定是希望继续维护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地位。这黄之锋每年都到香港的众议院去作证，他说中共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地位是迫害有加呀。现在不是一国两制了，是一国1.5制，甚至就是一国一制。那你想想，中共肯定是不爽，对不对？还到德国跟德国的外长见面，希望欧洲在跟中共打交道的时候不要妥协，要极力维护香港的法治地位。那么到了2020年啊，由于这个反送中运动到了一个水火难容的地步，就中央政府跟香港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么在2020年的6月30号当天下午，全国人大又绕开了这香港自己的立法会，就通过了国安法。这国安法在6月30号那天下午通过，当晚11点就生效。这消息传到香港，对香港的泛民势力啊，这一下子就给人感觉是黑云压城。因为国安法的条文一公布，所有的泛民一对照，那他们在香港搞的这些活动全部违法了啊。所以就在当天，这香港众志就宣布解散。香港众志的主席罗冠聪当天就离开了香港，去了伦敦。黄之锋当时没离开，他没有离开还有一个背景啊，就是他想离开也离开不了。因为2019年的5月17号，这黄之锋呢被香港的法院裁决，因为2014年的一个案子啊，他被这个判刑有期徒刑2个月。关到监狱之后呢，他呢表现比较好，1个月之后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呢，他又参加游行，结果又被拘押了。拘押之后不被保释了吗？这保释啊，那当时香港的警方呢就跟他签订有保释协议。这保释协议有几个方面：第一，晚上不能出门；第二呢，每个星期到香港的警察局去报名1次；第三，不能离开香港；第四呢，护照被没收。那也就是说，黄之锋处于保释期间，他其实想离开香港，他也离不开。所以罗冠聪当天就走了，黄之锋留在了香港。但他留在了香港啊，其实也非常不安全。他知道他这些年啊，在香港搞的这些事情，按照国安法肯定是要收拾他。所以6月30号上午，他知道当天下午要表决国安法的时候呢，他就来到了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美国香港总领事馆啊，其中有一个办公区在香港的圣约翰大厦。这圣约翰大厦就在香港的中国银行对面。其中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呢租了几层做办公室，但是这个办公区啊没有领事保护权。黄之锋来到了美国领事馆，就要求美国对他进行政治庇护。一时间啊，这黄之锋的政治命运啊就取决于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决定了他将来有可能进监狱，还是有可能到美国去接受政治庇护。话说啊，美国当时对香港的态度比较暧昧。因为当时中共通过国安法之后啊，西方国家都纷纷谴责啊。你比如说英国第一时间就宣布啊，所有香港居民拿英国海外护照的人
都可以直接移民到英国。The enactment and imposition of this national security law constitutes a clear and serious breach of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We made clear, Mr. Speaker, that if China continued down this path, we would introduce a new route for those with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status to enter the UK, granting them limited leave to remain, with the ability to live and work in the UK and thereafter to apply for citizenship, and that is precisely what we will do now. 因为在香港啊，拿英国这个海外护照的人呢，数量相当多，100-200万人呢。过去这些人是不能随便移民到英国的，但是英国呢，当时基于国安法通过的背景，就宣布所有有英国海外护照的香港居民，你如果想到英国去居住，想移民到英国都可以。其实英国国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英国政府还算是比较这个负责任，就觉得对香港有道义责任嘛。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啊，其实一开始也制定了一个比较强硬的路线，有些人就主张说，给香港居民开通一个移民美国的通道，甚至有人说了啊，说不妨把整个香港搬到美国去，让这些香港的居民在美国重建一个香港嘛，也把重建香港的这个繁荣带到美国去嘛。当时美国也是川普政府啊，一开始就同意了，大概其就是朝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川普这个人呢，执政不太靠谱，基本上啊，他这个方案最终的定案取决于最后阶段谁冲他耳语。结果谁反对呢？就是他有一个高级的智囊，就白宫的顾问叫米勒，这米勒就坚决反对。米勒就是这香港的事情跟美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香港人搞到美国去呢？结果在最后时刻，实际上美国放弃了这样方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美国当时啊，在中共推出国安法的时候，它其实前后的政策是充满了矛盾的。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这样犹疑态度啊，使得美国在面对黄之锋啊，在递交这种避难申请的时候啊，也表现出来了一种态度非常犹疑的这种立场。黄之锋当时啊，跟那个圣约翰大厦的工作人员反映之后啊，就没有让他进入到领事保护区，就让他在圣约翰大厦这个地方等着。工作人员还跟他讲，他说啊，原则上来讲，其实世界各个国家的人都不能在海外向美国政府提出庇护。言下之意，你到了美国去，你可以提交政治庇护嘛。但是黄之锋当时离不开香港了，他没有护照嘛。而且美国在海外庇护这个其他的国家的那些政治反对运动的人，也不是没有先例啊。在中国就有啊，89年的时候不是庇护了方励之吗？方励之在美国的大使馆那住了这个大半年的时间呢。那后来在2012年的时候，这陈光诚不是跑进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吗？那么当时美国就给了陈光诚发了6天的一个庇护令啊，然后在6天的时间里，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谈判，最后呢，陈光诚到了美国。所以黄之锋是希望效仿方励之，也希望效仿陈光诚，获得美国政府的庇护。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当时啊，对黄之锋的态度啊，没有像当年对待方励之那么态度坚决。黄之锋啊，当时进入到美国领事馆之后啊，一直没有消息啊。到了当天夜里11点，国安法都已经通过了。到了凌晨1点，通过了之后，他还在这个圣约翰大厦等着呢。这黄之锋啊，到了这美国领事馆之后啊，他其实还委托自己的一个朋友，叫做敖卓轩，在美国啊帮他去活动。这敖卓轩是他自己的好朋友啊，也在美国这乔治城大学啊读历史学的博士学位。那当年这黄之锋不是去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呢，这敖卓轩一直啊跟他一起参与这件事情啊，所以敖卓轩啊对美国的这个国会的人呢比较熟悉。说当天晚上他就找了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说希望大家来救一救这个黄之锋啊，因为一旦通过国安法，这黄之锋肯定周末要把他逮捕。所以到了第2天7月1号的时候啊，这敖卓轩呢就跟黄之锋写了一封邮件，让黄之锋啊把这封邮件签了名之后，就发给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蓬佩奥。那么辗转在7月1号的中午的时候，蓬佩奥就收到了这封信。蓬佩奥收到这封信之后啊，蓬佩奥就召集了6名高级幕僚精开会啊，就是开会的时候啊，很快大家就否定了接受黄之锋庇护的这个申请。为什么呢？这里有个背景啊，就美国当时跟中国啊在外交场面在那角力啊，
那美国就宣布啊，中国驻休斯顿的领事馆啊，说里头有间谍，说准备关闭中国驻休斯顿的领事馆。消息还没有宣布，但是马上就要宣布了。美国当时就评估啊，一旦要是公布这个消息，中国肯定要报复，很可能也要关闭美国驻中国境内的一个领事馆。当时他们就担心，如果对黄之锋进行庇护的话，那有可能把香港，就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给关闭了，那这损失就大了啊！因为中国内地的领事馆关闭一个，损失还比较小，如果香港领事馆被关闭了，这损失不可估量。美国当时害怕中国报复，把香港领事馆给关闭了，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呢，就是说啊，担心中共不跟他们谈判换人，就是你宣布如果庇护黄之锋的话啊，他不跟你谈判，直接在香港大街上抓几个美国人。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孟晚舟事件的时候啊，孟晚舟不是被加拿大政府给扣了吗？中国政府立即就在国内抓了2个加拿大人呢，把他关在监狱里头啊，然后给他关在那监狱里头，条件非常之恶劣呀，结果搞得加拿大政府非常被动啊。后来一直到孟晚舟被释放了，这2个加拿大人才被中国政府释放了。所以美国就担心啊，中国会效仿孟晚舟事件的那种做法。你如果要是庇护了黄之锋，他就在香港的大街上直接抓几个美国人给你关起来。这样的话呢，你美国你其实呢也拿不到其他的条件去交换黄之锋嘛，这是第二个担心。所以美国就觉得啊，这黄之锋不能进入到领事馆。那么不能进入到领事馆呢，当时就有人提议说把黄之锋啊给偷偷的从香港运出去，因为过去美国也有经验嘛，要通过美国的这一个暗中的管道啊，把黄之锋运到海外去，这不也就解决了吗？当时香港如果要是从香港跑掉，只能走水路，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来把黄之锋运到台湾，或者在台湾海峡南下直接运到菲律宾，相对来讲就安全了。但是据说他们开会的时候啊，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觉得这个方案有风险。什么风险呢？第一个风险，黄之锋啊当时啊已经被中共盯着了，他可能没到码头就被扣下了。第二，如果你要开船从香港离开，那中国的海警啊都在香港水域外面巡逻呢。如果你出去之后被中国海警给拦下来之后发现黄之锋是美国的外交这个团队啊，通过这种方式要把黄之锋护送出去，那这就是大事了。那这不就是外交事件吗？美国觉得这个事情啊不好处理，所以美国当时啊，蓬佩奥这个团队就评估啊，说现在跟1989年已经今非昔比了。1989年的时候，中共还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啊，美国对中国还有很多施压的方案。你比如说最惠国待遇啊，中国不是每年都要求美国跟中国通过最惠国待遇吗？所以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施压的这个措施比较多，牌比较多。现在不行了，美国对中共的牌少了，没办法。所以最后美国评估的结果就是不能接受黄之锋的在美国领事馆的庇护，同时也没法把他送出去。这是在6月30号之后48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黄之锋在这期间一直就在美国的领事馆在等，所以最终的结果就黄之锋被美国牺牲掉了。据说美国国务院有一个人呢，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说这个选择是比较艰难的，必须在国家利益啊跟保护就是香港的一些反对人士的利益之间做平衡，最终国家利益胜出了。这黄之锋当时还不知道呢，一直到7月2号才通知他。据说黄之锋离开的时候非常失望啊。7月3号的时候，黄之锋就发帖子啊。当时德国有一个报纸啊，就说啊，黄之锋接受他们采访的时候说：“你看看香港吧，赶紧要对香港的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啊、不公正的这种现状发出声音吧。”黄之锋就发了一个声明，说：“我可没这么讲啊，那你们这个德国媒体可不能这么说啊。”黄之锋当时心里也怕，他知道没有美国政府对他的庇护，那么中共很可能很快就要收拾他了。果不其然，在这一年的11月份，黄之锋呢就被收押。这收押之后呢，黄之锋一直就被关在监狱里。这中间啊，就不断的以各种各样的罪名被起诉啊。当然最有名的，那当然是2021年这47人案，就是这个香港的泛民势力参加这个立法委员的这预选选举嘛。
那最终就认为这是你希望颠覆政府。最终，黄之锋在这个案件中间被判处了4年零8个月的有期徒刑。应该说啊，黄之锋在这个案件过程中间表现的还算是比较态度温和，因为他认罪了。因为中共对这些不认罪的判得非常重。我们过去做过节目，不是有个女孩子吗？她呢，由于不认罪被判处了8年呢。黄之锋还是认罪了，而且他母亲还写了陈情信。即便如此啊，那么黄之锋也被判处了4年零8个月，因为他是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间具有领袖地位的人。那么按照这个刑期啊折算下来啊，黄之锋到2027年1月份就要刑满释放了。所以大家都知道，2027年到现在也只不过剩1年多的时间。就在这个时间点，中共又在监狱里把黄之锋重新逮捕，送到法庭，对他提起诉讼。显而易见是不希望黄之锋啊，你随随便便就出去。你出去之后你怎么办？你还希望你黄之锋在到了香港之后还接受记者采访吗？不会轻易饶了你的。那问题是，那么黄之锋啊，他在香港国安法之后，他的行为真的触犯了国安法吗？我们知道这国安法基本是个口袋罪啊，他的这个罪行规定的比较模糊。你比如说啊，就是这个勾结境外势力啊，危害国家安全里，他就讲到了，他说你跟外国政府联系，请求外国的组织、政府机构对中国进行制裁的话，就算违反了这条法律。那这个太宽泛了，对不对？你只要请求一下，而且不仅仅是外国政府啊，你外国的机构都可以呀。那这个太容易了啊，这还是有点客观标准的。紧接着下面还有一条，就是你采用非法的行为啊，你导致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也包括香港特区政府产生憎恨情绪的这种行为，也属于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就没谱了。你想想，你只要你的行为导致香港市民憎恨中央政府，那这完全是一个主观标准呢。什么叫憎恨中央政府啊？什么叫憎恨香港特区政府啊？这就完全没有客观标准了。所以中共要想定义黄之锋勾结境外势力，其实并不难。当然了，黄之锋啊，在国安法通过之后啊，的确也做了一些行为。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罗冠聪在6月30号那一天就离开了香港，去了伦敦。7月底，他就跟着蓬佩奥见面。他跟蓬佩奥见面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还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把黄之锋救出去，因为黄之锋啊，在7月2号离开了美国领事馆。那么当时他在海外的这些小伙伴还希望能够影响美国政府，比如说他们就找到了佩洛西啊，包括也找到了卢比奥啊。这佩洛西和罗比奥就给美国的国务院打电话，就希望蓬佩奥能够重新评估黄之锋的事件，上升到国家这一级进行决策。当然最后也没结果啊。另外一方面呢，就当时罗冠聪就找到了蓬佩奥，跟蓬佩奥见面，就讲述了黄之锋之重要，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庇护黄之锋。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希望美国对香港采取比较激烈的制裁行动，给中国政府施压。 This is basically the end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because there is no more two system, no more firewall between the system in Hong Kong and in China, and it's basically merg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So I think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recognize that and adopt a relevant mechanism to hold China accountable. 那给政府施压，也是希望变相能保护香港境内的泛民势力嘛。那黄之锋当时跟罗冠聪2个人呢，在境内境外也算是遥相呼应。你比如说，他们就呼吁国外政府啊，对香港呢要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行为。You generously opened your doors to Hong Kongers who seek nothing more than fleeing just for some freedom. And yesterday you suspended your extradition treaty and extended your arms embargo on China to Hong Kong itself. We support those sovereign choices. We think well done. We want every nation to work against that kind of activity. It's those actions. It's not about language. It's not about words. It's about we want every nation to work together to push back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fforts in every dimension that I described to you today. That it certainly includes the United Kingdom, includes every country. 这客观上确实有，
包括8月10号，香港不是大搜捕吗？周庭不是被抓起来了吗？那罗冠英啊，也包括黄之锋啊，都在网上第一时间进行报道，而且艾特了很多国外的政府机构，说你看，警察已经到了周庭他们家了，要抓周庭。这就算跟外国政府联系啊，按照这个国安法里面的规定。第3个方面，就是在2020年8月7号，美国政府啊就出台了对香港政府官员的一些制裁，就比如说林郑月娥啊、李家超啊这些人呢，就说你们这些人都不能去美国了，而且公布了这些人好像在海外的一些资产呐什么之类的。紧随其后，在8月8号这一天，黄之锋就在网上公布了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啊，这内阁成员就厅局长这中间，据说有10个人，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家属都有外国护照，而且在英国、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有物业。那你想，你公布这些信息，那便于美国制裁呀。而且呢，其实对香港的特区政府也比较尴尬呀。那你香港特区政府里头这些厅局长们都有外国护照，或者家属有外国护照，然后在美国、英国这些地方都有资产，对不对？不好看啊。所以当时的特区政府对黄之锋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非常的生气啊，认为这也是里通外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据说啊，香港警察署的国安处啊，就把这罗冠聪也包括这个黄之锋啊，在2020年7月1号以后，所有公开的言论、接受媒体采访的这个言论呢，通通都仔细的把它记录下来了。正是这些言论呢，就构成了起诉黄之锋啊勾结境外势力非常重要的证据。当然了，在我看来，中共啊其实要想起诉黄之锋，在法律上实际上是没什么难度的。因为香港现在早就不是过去普通法系了，涉及到国安的案子也不需要陪审团审了，就是香港直接指定法官审理就可以了。所以要想定罪黄之锋是非常容易的。现如今这个案子啊，6月6号开庭之后，就是3分钟，就问黄之锋有没有听明白对你的起诉。黄之锋说听明白了，于是就决定8月8号正式进入到审理程序。我猜测啊，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对黄之锋要下手啊？显而易见，就是不希望黄之锋立刻被释放。因为你黄之锋是香港整个反对运动中间的旗帜性人物啊，你出去也不好处理啊。那么现在我就给你定一个勾结境外势力的罪，这个罪行啊，最高你也知道是终身监禁啊，但是轻呢3年就可以了，那就看你的认罪态度了。如果你要是跟中共认怂，比如说你签一个什么协议啊，将来把你释放出去之后啊，你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了，那我可以轻判，比如判你个3年，但是3年之后你离开了监狱，不能再从事政治活动。但如果你要是不服，那你想当刘晓波，我成全你；你想当曼德拉，我成全你，我再判你个10几年，再判你个20年，那你这年纪轻轻的，你这辈子就在监狱里过吧。而且啊，这次逮捕黄之锋的时候啊，除了勾结境外势力罪以外，还有另外一项罪名，叫做洗钱罪。洗钱罪现在还没起诉呢。所谓的洗钱啊，也有媒体分析啊，怎么叫洗钱呢？据说啊，就香港啊，在境外有一个匿名的反对组织。这个匿名的反对组织啊，他们都是通过网上加密网站来联系啊，因为怕中共报复嘛。这个组织啊，曾经搞过众筹。他搞众筹当时啊也是很迅速啊，据说是第一波众筹就众筹了150万美元呢，第二波众筹众筹到了38万美元呢。那看黄之锋是不是跟这个组织有联系？如果跟这个组织有联系，那你看到了洗钱，你众筹就是洗钱。另外，当时2020年的时候啊，那当时不是有一批这个香港人跑到了台湾吗？台湾政府啊，当时就给了这些人一个人2000美元，这也算是洗钱。你看到了吗？所以要按一个洗钱的罪名也挺容易。在我看来，其实一项罪名起诉，另外一项罪名先没有起诉，也是给黄之锋一个心理压力，就看你服不服，就看你认不认怂。你如果认怂，那洗钱罪我就不起诉了；如果你不认怂，将来我告诉你，你服完了这个勾结境外势力罪以外，还有一个洗钱罪等着你呢。你不要以为我们不能把你关到死啊，我先关你个20-30年再说。就看你自己有没有那样一把硬骨头。说句心里话，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20多岁的年轻人，能抵挡住中共这样的一种法律方面的高压，这是非常难的。
我也不知道黄之锋啊，将来会不会在面对中共这么强大的政治高压之后啊，他就会适当的让步，我不知道。那中共这么搞啊，我觉得啊，之所以今天能够拿捏住黄之锋啊，本质上来讲，就是美国当时啊，其实对黄之锋的庇护方面毫无作为，这一点我觉得他在道义上至少是有缺失的，而且在策略上来讲啊，其实啊也是犯了错误。事后证明，中共不就是没有关香港领事馆吗？关的是成都领事馆吗？你跟中共政权斗争的时候，你自己先怂了，你评估你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就跟他去博弈去了，那你还怎么搞？而且在我看来啊，其实黄之锋的重要性显然比陈光诚重要啊。陈光诚你当时都跟中国政府博弈，把陈光诚护送到美国，那黄之锋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所以我觉得川普政府在上一届在香港，当时中共通过国安法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外交的政策完全是失败的，导致了今天这一大批所谓香港政治反对运动的人都被中共一网打尽了。不光是黄之锋啊，当年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那曾志健他们还有4个人也是跑到了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要求庇护啊。美国的总领事馆当时对他们也是予以拒绝。结果这4个人呢，没有办法，走投无路了，就转入到了地下。因为在地上的时候，中共要抓他们啊，已经宣布要抓他们了。结果他们在地下隐藏了20多个月的时间。2022年，他们在有关人协助的情况下，想要坐船跑到台湾，结果就在这个行动之前被香港的警方抓获。抓获的时候啊，据说啊，他们的衣衫褴褛啊，人形若枯槁啊，因为20多个月的时间内，就隐藏在香港的那些地下室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啊，整个头发也非常凌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美国，我觉得在香港这个过程中间，他真的是亏欠香港那些民主人士。那么中共啊，最后我再说几句啊，之所以要对黄之锋啊痛下杀手，在我看来，这就说明中共在治港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国安法通过之后，它就由过去的那些妥协容让，变成了政治高压，单方面的高压。既然是单方面的高压，它一定要树样板。这个样板除了黎智英，也包括黄之锋，甚至包括香港的那些政治反对运动的活跃人士，通通要把这些人关到监狱里头去。你跑掉了我不管你，没跑掉都关到监狱里。至此之后，我看你们什么人还敢跟中共政府在香港叫板？不敢了。以后香港就是一个普通的内地城市了。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啊，在香港要树立一种新的统治模式。而这个新的统治模式，至少现在看来啊，其实西方国家拿中共是没什么办法的。通过黄之锋的命运啊，我们也可以看到香港在过去20年来啊政治发展的缩影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They allegedly conspired between July 1st and November 23rd, 2020, to request foreign countries or organizations to impose sanctions against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Beijing should not have it both ways, grabbing all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Hong Kong's standing in the world, while erosion of our freedom.
This is absolute ridiculous. 个别西方国家一面无视其本国通过有关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事实，一面对香港法院公正实施香港国安法无端指责，这种行径是对法治精神严重亵渎。